好，师傅您是做啥的呀？这个打铁的啊。2袋杏鲍菇。哎，还给我投广告。哎。今儿都回家了啊。上班是给我装的吧，这个。大家好呀，我是阿林。这次的赶集，我们从城市转入农村，去逛逛北方的农村大集。每逢农历1和6的日子，是河北唐山胥各庄的大集日。集市外的马路上，形成了一个当地小型的家禽和牲畜交易市场。羊市上贩卖的羊，大部分是山羊，也有一少部分是绵羊。在我看来，这一只只可爱的小羊，对于当地农民来说，是一份必不可少的收入来源。摊主告诉我，来买这些小羊的通常是一些商贩，这样一只小羊的价钱在400-500元。聚集在这儿的人群中，商贩并没有太多，大部分人是过来聊天看热闹的。除了赔不上呀，除了赔不上，咱们家下一我们继续往前走，前面聚集着的是几家卖鸽子和大公鸡的摊位。在这儿卖的鸽子，有的会作为食材，有的人买回去来饲养，还有一些人会来挑选用于比赛的鸽子。鸽子作为食材，烹饪方式有很多种，比如炖鸽子汤、红烧鸽子、爆炒鸽子、鸽子粥、清蒸鸽子以及烤鸽子等。我说，把这俩大鼻子养起挺好啊，真的，我想吃。你先看。老板那边我夹着挺好的。开咱那白车，今天的蓝乱了去，咱们青年人那。这里被围得水泄不通，不知道是藏了什么宝贝，我好不容易才挤了进去。听周围的人说，这是一只得过冠军的鸽子。我操，有多要的那劲儿，看你是卖的标子还不让那啥，是000啥的，你摸了我，你不要，你要你就摸，那可差不了呢。别说你要你就摸，往墙压上你就摸。鸽子的主人很是爱护它，周围的人打趣道：“哪有你这样卖鸽子的，只让看不让摸。”
起初我以为这些摊位卖的是冻肉，后来仔细一看才发现卖的都是动物的饲料。这些冻肉主要以鸡肉为主，在轰轰作响的机器中被加工成各种饲料。与我们熟悉的猫粮、狗粮一样，动物禽类的饲料所含成分也各不相同。这边还有一家宠物狗狗的摊位，街上过往的行人中，如果有带着小朋友的，都会停下来看一会儿狗狗。这些可爱的小家伙大部分都在酣睡中。前面还有一处卖大型狗狗的，它们则更为活泼好动。俩月零几天，啥价啊？1000一个。漂亮，你在哪儿呢？妈妈这儿。大狗在这儿呢吗？穿过马路，这才开始渐渐地进入旭各庄农村大集。唐山市地处华北平原东北部，矿产资源品种非常齐全，是河北省重要的工业城市。此外，还有北方瓷都的头衔。唐山市的 GDP 为河北省第1位。春季里本就风大沙尘多，加之大集所在的地方是沙土地，所以免不了会觉得尘土有一点大。盒子里装的是散装的烟丝，又俗称火烟或者土烟。贵一点的烟丝每斤要150元，便宜一点的呢有70、80元的。这种发干的青菜看似不可食用，实则经过再次泡发之后是一道美味呢。冬天天气寒冷干燥，新鲜的蔬菜难以长久贮存，索性就将它们晾干，等到要吃的时候用水泡开，放入炖菜中，味道还不错呢。通常这种纱布包着的豆腐都是当天自家做的，5元钱1斤。这颜色黄黄的名字叫做疙瘩，是唐山当地一道著名的面食小吃，由豆面制作而成，可以炒菜吃，也可以炸着吃。这里砂糖橘的价格是10元钱5斤，
在其他地方的市集上，我有见到砂糖橘卖到10元钱6斤、7斤的。60一双，质量嘎嘎好。商场社会200斤安花，后面大好10块，10块钱6块。后面大好。油炸糕算是北方特别常见的一道小吃，内馅儿一般是红豆馅儿。像是在天津和中国的东北，油炸糕常常拿来当做早餐来吃。刚出锅的炸丸子吃着很香，买回去之后也可以放入炖菜中。丸子是萝卜馅儿的，这也是北方丸子中很常见的一种内馅儿。集市上的摊位可以说是五花八门，这边老板正在现场制作皮带。五谷杂粮打成粉末，冲泡之后可以做成各种糊糊，还可以加上一定比例的药材。老板那里通常都会有各种养生糊糊的食谱。这一大片空旷的区域，便是旭各庄农村大集的所在地了。远处还可以看到城区中的一些高层住宅小区。草莓1斤的价格是6元钱。你要一清了吧，都用了2回都没有。白花未见了，6块钱1斤，真甜的。白花未见了，6块钱1斤。一大丝儿，5块。菠萝是按个儿卖的，12块钱一个。那12。糖炒栗子是京津一带历史悠久的地方风味小吃。搅拌机中的是粗沙和栗子，倒入糖浆，不停地翻炒。高温使得裹有糖浆的栗子外皮呈现出油亮的棕色。炒栗子之前，一个重要的步骤是要将栗子皮割开，不然炒制过程中受热膨胀，整颗的栗子是会爆炸开的。糖炒千禧板栗。特价啊！糖炒千禧板栗，特价啊！糖炒千禧板栗，特价啊！糖炒千禧板栗，特价。
这家的烧鸡很有特色，是20元一只。西兰花3块一斤，西兰花3块一斤，红烧土豆5块3斤，红烧土豆3块一斤，红烧土豆5块3斤，红烧土豆5块3斤，枝儿菇3块钱2袋儿，枝儿菇3块钱2袋儿，杏鲍菇10块。香油99草莓，99大草莓。大颗的桑葚价钱是13元一斤。海南的小石子儿，桑葚，大草莓，奶油草莓，99草莓，海南的小石子儿。这里卖的是一些阳下货，这些阳下货通常是用来煮羊汤的。羊汤搭配烧饼是好多人喜欢的早餐选择。这里卖的又是干菜，因气候条件艰苦的无奈之举，却转换成一道美味。小盒的芒果6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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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盒的芒果。密密麻麻的小河虾还在不停地跳动，是20元一斤，油炸之后非常的香。一些饭店中会有油炸小河虾这道菜。那都卖了，那你不卖呢？不卖呀，卖的这个，它这个比较贵的。20。哪个都卖。100斤的变成高了就买了，高了就买了。没了。除了小虾，还有像这样的小鱼，也是油炸来吃。6根儿，大的卖没了，21斤。哎，正好。这些粗细不同的全部都是干粉条，由红薯粉制作而成。吃的时候需要提前用水泡开，尤其是在东北菜系中，粉条一定是主角。可以炖煮，可以炒，还可以包馅儿。品质好的粉条口感劲道，久煮不烂。常常与粉条搭配的菜，像是酸菜炖粉条、排骨炖豆角和小鸡炖蘑菇中，也可以加上粉条。经过炖煮之后，粉条会吸满浓郁的汤汁，味道醇厚。用铁丝网围起来的是一片日用小百货，所有商品通通只卖1元、2元、5元、10元，便宜的价位，丰富的种类，吸引了好多人进去逛。不怕货比货，只怕不识货，花少钱买好货，让你一生到底。
这竹筐里的豆片儿看上去有点老字号味道的感觉，一下子就吸引了我。是5块钱1斤，是当天现做的，还带着温热。我买完就迫不及待地吃了。豆片儿的口感湿润劲道，有微微的咸味儿和五香味儿，很好吃。因为豆片儿特别好吃，我又打算买一点豆皮儿，只剩下3张。这位老奶奶拿了1张，我要了2张。要不要？要。这好吃，20多张。30张这个。哎呀。15块钱2个，20块钱2个，真好吃。还有。在冬天里，圆鼓鼓的大冬柿子，现在也渐渐化开了。拿点儿。这一袋馒头是5元钱，好多人都过来买。太细了吧？太细了，太粗了可以吧？小毛皮新鲜的，新鲜的牛块冰糖肠，提花架1.5斤，提花架1.5斤。散装小吃是6元钱1斤，好多都是小时候吃过的味道。牛块冰糖肠，提花架1.5斤，5斤10块，小毛皮。提花架6块钱1斤，10块。小包厂家直销膨化食品，厂家直销膨化食品，6块钱1斤，6块钱1斤。厂家直销膨化食品，6块钱1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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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青菜都是2元钱1斤。相较于市集上的固定摊位，大集上的菜摊显得有一些凌乱，不过胜在价钱便宜。刚刚的芹菜特价5元2斤，5元2斤。土韭菜特价2块钱1斤，2块钱1斤。这些大萝卜是按个儿卖的，一个有1块钱的，也有2块钱的。炸萝卜好吃，2块钱一个，1块钱一个，3块钱2个。炸萝卜好吃，2块钱一个，1块钱一个。砂糖橘10块钱5斤，尝着买，小薄皮儿，又水了又甜，10块钱5斤。砂糖橘现卖10块钱5斤，砂糖橘10块钱5斤，尝着买，小薄皮儿，又水了又甜。砂糖橘现卖10块钱5斤。黄瓜是在冬天里价钱比较贵的一种蔬菜，现在便宜了，10元钱3斤。
哎妈那边呢，还在柏树那儿呢妈。多少钱？就给了多少钱？5块钱。你们俩谁花都不用。他高粱带上俺。这种发干的大葱买回去，通常要栽到盆子里，这也是贮存葱的一种方法。这样的大葱都是成捆卖的，1块钱1斤。大爷，这山药咋卖的？这个10块，这个7块，那个6块。哦，是您自己种的吗？俺种的。这怎么这么大呀？这咱们开上沟里，这沟里才往前捡了眼以后，咱到这往下长。哦。这个10块，这7块，这6块。快来买呀！水果大萝卜特价，5块钱3，我先给3个了啊！还有大个。这种少了，他都不敢买去。哦。你这咱们这个正好，你看这个有这个牌子，自产自销，有检测报告。大爷，这都是种子是吗？啊，都是种子。啊，对，哦，种子。哦。水果大萝卜特价，5块钱3，我先给3个了啊！还有大个的，又脆又甜，这脆一点，快来买呀！找了这么个。水果大萝卜特价，5块钱3，我先给3个了啊！哎。您这小布袋都自己做了吧？哎，对，个人做的，个人缝的。大爷人很好，他知道我也不买，但仍旧热情地给我介绍各种各样的种子。这些个布袋子，或许就是大爷的老伴儿缝制的吧。这个是菠菜籽儿，哎，对对，这是香菜，哎、哦。这是白菜，哦。又脆又甜，对，脆一点，快来买呀！快来买，62米大叉，一收的10块钱5斤，一收的10块钱5斤，小包子。化妆品倒闭了，所有的化妆品全部处理了。大众的洗液，大袋的。在农村大集上，我还看到了几家有意思的摊位，卖的都是这种老物件儿，一下子就把时间拨回到了80、90年代。牙刷1块钱1个，有需要的过来看一下啊。那个过去养猪去的吗？这边的摊主大姐热情地给我介绍她家的产品。大姐的丈夫是铁匠老手艺人，
我得在这钩在这儿，他得搭这儿。你发着发着都满10块钱一瓶。等他们。快找着是老还有化妆品，也都10块钱一个。这个19年的。是240的吧？这么大。这使的都是最大的东西，都先后。多少钱？12，原先10块，赔的12。看这老师傅，给老师傅照个脸儿。老师傅，您是做啥的呀？这个？打铁的。啊。好的，有需要在那找老师傅来。手艺好。好的，手艺好。祖传的。这是祖传的，他说的对，我们是祖传的。最近拍人。好的炒烧都有，拍拍。这个手艺再不开该吃饭的。有一回是的，那个。不加。粘着铁呀。我的缸，他也不。你说。一回的皮可以夹的当个件儿，它好摸又好夹的。他说是别怕他找找那小杆儿。找小杆儿，我给你哥打的这个准绳。他是咋回事？他把这缸铺平的，他说是电焊2连电。不能哈。牙刷1块钱一个，有需要的过来看一下啊。头。大集逛得差不多了，这里没有网红小吃，没有花式叫卖，没有直播带货，尘土甚至还有些大。前来赶集的人，大部分也都是周边村镇的居民。这便是农村集市最质朴真实的样子。大袋的洗衣粉，全部都10块钱一瓶。大腿的洗衣粉。时间临近中午。集市的前面有2处吃饭的摊位，生意都很火爆。我也决定过去吃份午餐。1块钱一个，有需要的过来看一下啊。化妆厂倒闭了，所有的化妆品全部处理啊。这家的烧麦锅贴供不应求，我还看到有些人特意开车过来买。烧麦、蒸饺还有锅贴，一份都是10元钱，有猪肉大葱和牛肉2种馅儿。少卖多少钱收啊？你吃几个都中。来我饺子一个烧麦，一个锅贴，先把饺子。那我都要1份饺子，1份烧麦。那都管好点。啊，饺子1份也是10块是吧？再这一盘就半菠菜，2盘货100多。8、9点钟，8、9点多了回家了啊。那这一天也没限制是吧？咱这不能2毛钱都得不干也不能啊。大姨你还出来你是带走，看这意思？带走，是吧？老板忙不过来，这边的汤都是自己加料自己盛的，其实就是简单的煮面汤，加上一些榨菜丁和香菜。有点盐有点别的，哎。这一锅的锅贴终于轮到我了，10元钱一份，一份有10个。都这样，你弄的，给我吃的。哎，我们能玩那个。烧麦是给我装的吧？这个，
过点瘦了，你再起面我。对面还有另外一家吃饭的摊位，主要卖的是羊汤加吊炉烧饼。这里的朝鲜面是唐山当地的一种叫法，因为所用的面条与朝鲜冷面中的面条是同一种，但是它不是冷的，而是热汤面。这个圆圆的炉子就是用来做吊炉烧饼的。2盒是吧？要1份是吧？哎，2份。好啦，这便是河北唐山当地的农村大集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